发现？没的，在副驾上发现的。师傅，哎，我第一次来这边啊，没想到你这个时候来，不打扰你吧？不打扰。随便坐啊。哇，这里蛮宽敞的啊。我搬家的时候有问过你意见啊，你说这一区不错的，估计你早就忘了。刚好经过这里，就上来看看你，答应过来帮你的。偷车案处理怎么样了？哦，马山宝的案子啊，我的当事人叫马山宝。哦，对了，那个曹维尔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他关系怎么样？他以前也是警察，所以我们合作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我总觉得马山宝不是太合作。是他说要请律师的，他怎么会不合作呢？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那马山宝有没有跟你说过些什么？我已经跟他说我是他的律师，我是来帮他的，但他什么都不肯说。他跟警方有没有说过些什么？跟警察也一样，他什么都不肯说。可能是因为他来自旧城区吧，那边的人都不太喜欢警察，这种情况也常见。谁是他的主审法官？跟你竞争的那个，鲁维德。老文呐，其实还有一件事我还没跟你说，警方已经正式通知我了，我被偷的那辆车就是马山宝偷的那辆。是你的？你帮偷你车的疑犯找律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Sorry， 我只能说这么多。等一下，你要跟我说清楚。我是后来才知道，那个疑犯就是他的外甥。但是那一刻我已经报警了，而我又想帮那个年轻人，所以只好找你。老文，我们不是目标一致，都想帮那个年轻人吗？马山宝的确很惨，我不会放弃的。好。哎，来了，怎么不进去？维维今天没有去学校，你知道吗？他已经长大了，就让他自己安排时间。我觉得他情绪有问题，我想带他看心理辅导。他只是一天没上学，不用这么严重吧？你就是不关心他，
他需要什么你都不知道。我每晚都有回来，我跟他沟通没问题。如果有什么需要，他随时可以跟我说的。你就是这种态度啊！他们不跟你说，你就觉得没问题。兰兰是这样，薇薇也是这样，是不是要等到出事了，弄得一发不可收拾才叫严重啊？你别忘了，兰兰的死，你还没给我一个交代。我要给你什么交代呀？你要一个什么交代呀？她是你女儿，也是我老婆，我比你更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9个月了，我慢慢接受了，不是什么都有答案的。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3把步枪，300发子弹，是警方在搜查被告家时发现的。而警方的报告说，那批武器是在被告家旁边的杂物房里发现，而不是在屋里。因为那个杂物房并没有上锁，所以控方必须要证明那批武器是由被告而不是由其他人放进去的。而且很明显，控方没有把其他的可能性列作合理疑点，并且意图误导本席。现在本席要求控方重新检视所有证据，起诉书必须符合事实和公正2大原则。钱法官，我们虽然熟，但是有合理怀疑，我要多问一嘴。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在你车上出现？是不是警方的东西？没错，是政府公物，是鉴证科的同事在你车上的座位下找到的。那你应该先去问问你的同事，会不会是他们不小心落下的？这块纸碎，并不属于鉴证科的同事，应该是来自一本当值警员的记事本。但搜证当天，没有当值警员在场。我的车不见了24小时，在这段期间，有什么人可能接触到我的车？我觉得你应该先查一下自己人。你这么说的意思是？在半年前，有个警长勾结黑帮，我判他入狱3年，而他不是唯一一个被我定罪的警察。你想暗示什么？你还记不记得爆炸那件事？当天为什么有人可以大摇大摆将一件疑似炸弹的物件放在我的办公室？这足以证明，我跟你之间身边都有一些信不过的人。你认同吗？是不是有点眼熟？这不是我的字迹吗？是我值日本里的。我花了整整2天，对比了所有当值警员的字迹，我才找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天我在警署内遗失的，忘记把它放哪儿了。你不知道遗失任何政府公物都要上报的吗？麦当，你在哪里找到它？
在一辆尸车上，还是一辆涉嫌撞到人之后肇事逃逸的尸车？我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这张纸会出现在那辆车上？为什么你要问我？你在审我？是不是因为我来自旧城区啊？你认识戚长荣？旧城区出来的人，都要跟戚长荣有关吗？那你认不认识马山宝？是偷车的疑犯，他也来自旧城区。在你们眼中，旧城区的人都是贼喽？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不认识。我再问你一次 ，Madam， 我是警察，不是贼。一个偷车贼而已，就一定跟戚长荣有关吗？因为被撞的那个人是韩奎龙的儿子韩刚。你暂停职务，我们会随时对你展开内部调查。麻烦签收一下。谢谢啊，秦先生。是。一伟，旧的那辆我们不开了，过来。来，出去兜兜风。来呀、上面写着的日子，是庄森声称自己值日本不见的日子。接着秦法官来报失车辆，然后韩刚被车撞倒，全部都是同一天。别忘了，我们那天还逮捕了很多韩奎龙和戚长荣的手下回来，还有马山宝啊。我觉得最奇怪的是，值日本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有谁会偷？还有最后一个可能性，虽然我还有点保留，但也不可以完全排除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自己人为了报复陷害秦法官。这样好像太迂回曲折了，和秦法官好像没什么关系，而且也没什么证据。对呀，如果是自己人，怎么会那么笨？你是说 Madam 笨啊？快去做事吧，多嘴。你想以后不开车了？警察说刚拿驾照要贴17标志。那我们现在去买一个17标志。事情会结束的，你都长大了，你要坚强一点。我也想。其实事情也没你想的那么坏，我们一样继续正常生活，我继续上班，你继续上学。Madam，我律师不在，你不能审问我。聊聊天而已，不用那么紧张。真不打算认罪了，是吗？你有权不认罪，不过审判权在法官手上，你觉得他会怎么看？一边是本身有案底的偷车贼，说自己没有偷车；另一边是德高望重的法官，说自己在失车现场见到过那个贼。你觉得哪一边的口供更可信啊？说出偷车的过程有多难啊！你别耍花样。国华，冷静点。Sorry, Madam。如果你真的没有偷车的话，为什么会开着那辆车？
你继续问。Yes, madam。申请程序我全都做了，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我还是不能见到我的当事人？见律师是我当事人的权利，我今天见不到他，我绝对不会离开。请你安静一点，这里是警署。你警员编号多少？我要投诉你啊2795唐轩，用我的警员编号。madam。你没告诉人家，我们的保安系统正在维修，所有的会面都要重新安排吗？我跟他说过了，他非要在这里吵。你们不可以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审问我的当事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正在审问他？而且我呢，没 madam 那么有耐性。我再问你一次，车身的凹痕是怎么弄的？车身的凹痕是怎么弄的？说！你真这么有种啊？旧城区的是吗？你撞到的是韩刚，是韩奎龙的儿子，你不害怕？我们现在就把你放了，你就死定了。说不说？这里发生任何事都是我负责记录。我现在就会写马山堡挣扎，摔碎了一个水杯，然后不小心玻璃插进眼睛，那你就完蛋了。现在你说不说？阿瑟今天没有时间，下次就不是这样了，听到没有？有话在这里说。他们不让我见马山堡。你是律师，不是应该由你来解决吗？我来是想告诉你，马山堡在拘留所被人打，而且不是第一次。上次开庭的时候，他脸上的伤你也看到了。你想办法保释他，他就不会被人打了。你身为他的表舅舅，如果你真的关心他的话，就应该叫他妈妈以监管人的身份站出来，正式向法庭投诉，指控警方过分使用暴力。现在谁是律师？每件事情都是要我自己做，我请你来干什么？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但是马山堡不肯合作。我想知道，是谁叫他什么都不要说的？如果你还知道什么，一定要说出来。马山堡才18岁，还是个年轻人，他在里面这么惨，你作为他的亲人不心疼吗？我求你尽力帮他。哎，阿
卫。你知不知道阿宝在拘留所被人打？你当我警察，你应该知道这些情况经常都会发生的。也许阿宝在里面惹了什么麻烦。你也知道，警察对旧城区的人特别敏感。警察不喜欢旧城区，难道旧城区很喜欢警察吗？阿伟，你一定要提醒阿宝，他什么都不要说，所有事情让律师处理。阿宝绝对不会乱说话。他敢在警察面前当叛徒，他这辈子都没脸见人。你为什么要把车拆了？你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行不行？我为什么不能问？我虽然被人革职，但我还有做人的底线。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要么你跟我说清楚这件事，要么你自己去跟警察解释。是，这次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别再隐瞒了。是，你知道，最近西湾公路通车了。我一时不小心超速，违规被抓拍了。超速那大不了就扣分。没错，但那里限速80，我开了130。最糟糕的是，我那阵子很忙，车检过期要验车我都忘了。你也知道我在竞选法院院长嘛。如果被媒体揭发了这件事，我除了不能竞选之外，我的职业操守也会被质疑。所以，我才叫你把车拆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不想告诉你，是不想事情弄得太复杂。但是现在，害得阿宝这样，我也很内疚。你觉得现在应该怎么处理才对啊？现在最令人头疼的是你的女徒弟。她怎么了？她很聪明，猜到有人不让阿宝说话，她已经开始怀疑到我。我真的不知道阿宝能撑多久，我担心他在里面早晚会被人弄死。那要不要给他家里人一点钱呢？需要多少？你说。命都没了，要钱又有什么用啊？你那个律师徒弟就知道追根究底，不知道怎么救人，事情被他弄得越来越复杂。怎么样？今天点什么外卖啊？都回家了还要点外卖？你没看到外婆的车在外面吗？在家里就应该吃新鲜有营养的食物。维维，你上去做功课，牛腩还要焖一会儿才能吃。伟伟没事了，挺好的。我担心的是你。你看，你的车，一会儿说被偷了，一会儿又说找到了，现在被警察扣押搜证，你什么都不告诉我。维维还说你换了一辆新车是吗？没有，因为那辆旧车要拿去查验，验完回来又要花很多钱去修，我就买了一辆新车，没什么。这张照片是有人匿名告发到杂志社，我杂志社的朋友认得这辆车是我的，所以才没有发布。我做了法官，这些恶意攻击，我早就心理准备了。你有准备，但是维维没有。你除了是一个法官，你还是维维的爸爸。你知道我是他爸爸就行了，我们父子俩的事你别插手行不行啊？他也是我的外孙啊！如果你做好爸爸的本分，你有关心他、照顾他、经常陪伴他，我何必这么担心？我哪里不照顾他了？我照顾他，没必要向你汇报吧？他每天吃什么你不关心，他没上学你也不知道，他妈妈去世之后他瘦了那么多，你还是看不出来，你就这样关心照顾儿子吗？
他19岁了，是大学生，还把当孩子照顾吗？他去上他的学，我去上我的班，这样很正常啊。你的确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法官，所以我才把女儿嫁给你。但这并不代表你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例如，你要竞选法院院长，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一旦当选，你就没有私人时间，你每天都在法庭度过，回到家还要看档案、写判词，你会连跟儿子吃外卖的时间都没有。我是过来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要当一个好法官和一个好爸爸是很不容易的事。你已经不再是法官了，这里也不是法庭，你做不到并不代表我做不到啊。Sorry。牛腩焖好就叫维维吃饭。我不应该跟你外婆吵架。我知道她是替我们着想。你妈妈不在了，她什么都能解决。就算我想发脾气，也发不出来。你生你妈妈的气吗？我有点生气。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离开我们？这个家就这么散了。妈妈她，我们一会儿去看场电影，买双新球鞋。下次吧。上学去了。秦法官，什么事大驾光临？我们没有发放过任何有关的照片。我和警方已经很配合了。我已经说了，不是我们做的。再说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得罪一个跟我合作多年的法官？那你觉得谁有嫌疑？哎，这辆车怎么了？不好意思，卢法官，无可奉告。那车是秦法官的吗？麻烦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卢维德法官，跟你竞争法院院长的那一位。那有什么理由？搜证那天，他曾在现场经过，他认得你的车。还跟他的助手在停车场徘徊了一会儿。他还真干得出来。他在现场出现过，再加上他有动机。Sorry。有怀疑，在寻找真相，也很正常。不过，我只是跟你说了我所见到的，
但是如果你跟别人说是我告诉你的话 ，sorry， 我会否认。好。警署的内鬼我可以抓，但是法院的老鼠与我无关。OK。秦一伟，今天放学后有比赛来看吗？就这么说定了，等你。你知不知道曹威尔把我解雇了？是吗？而且我觉得他是心虚才会解雇我。好，我们进去说。其实你不需要那么在意，因为将来你也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客户。曹威尔不是其他客户，他是你的朋友。马山宝和你儿子的年龄差不多大，你想想，如果今天被人打的是你的儿子，你会怎么样？那做律师第一守则就是不能对你当事人感情用事。我已经不是你的学生，你不需要再这样跟我说教。OK， 我说的都是事实。现在你的同情心正在影响你的判断力。你记住，你是律师，不是社工。你总不能因为客户把你换了，就要把他告上法庭啊。你不需要怀疑曹威尔是不是想救马山宝，是你想不想救马山宝，或者你还可不可以以律师的身份去救马山宝。其他的事，我回答不了你。还有什么能帮你的？在干什么？没事，你们先走吧。拜拜，教练。拜拜，明天见，拜拜。拜拜，教练。秦一伟，你在学校喝酒啊？给我！你别管我。你被学校发现会记过，要退学的。给我！你别管我！我妈她死了。我知道他为什么离开我们，你不用可怜我。你别再喝了，给我。你不要再做傻事了，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不管发生什么事，喝酒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知道这件事情解决不了。放松，冷静一点，跟着我呼吸。回来了。喂，时间刚刚好，夜宵也刚刚好。我严重怀疑你在我的手机里装了追踪器，你怎么会这个时候上来啊？喂，我是情报科的，这样的侦查能力都没有。你说佳佳的围巾落在这里了，她过2天就回来了吗？你肯定要拿给她的。
他申请了很久，才调回来东区医院。他早上打给我的，应该差不多到家了。哦，所以我这碗面应该留不住唐督察你了，对吧？我只有她一个妹妹。我以为石 Sir 只喜欢喝咖啡，原来也喜欢吃醋。我以为唐督察只喜欢工作，原来还喜欢挖苦石 Sir 呢。好啊，这碗面留不住你，加上这个东西，应该可以留住你了吧？这是什么？在韩刚车祸现场找到的。谁给你的？上面有些血迹，你去调查一下，应该有发现。是谁给你的？喂，这碗面你吃还是不吃啊？我煮得很辛苦的，你不吃别浪费了啊。总之呢，给我这东西的人跟你目标一致，都是想找到真凶，完全没有阴谋，完全没有利益冲突的，好吗？喂，佳佳。对，不好意思，姐姐今晚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晚点回家见。快起来，车到了，秦一伟，快起来。秦法官你好，我是校队篮球教练于心，刚是我打给你的。喂，你怎么醉成这样？跟教练无关，是我自己要喝。先上车，来，小心。秦法官，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他刚刚哮喘发作。好，谢谢。你明知道自己有哮喘，就不要再喝酒了嘛，会刺激气管的。一伟，我听着呢。你喝了酒之后，有没有跟教练说过些什么？说什么？说了不该说的话了。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什么都没有。那个哮喘喷雾剂你没带着吗？啊？秦法官，有人在车祸现场发现了一件新的证物，会送去做血迹和 DNA 化验，一有结果，就可以将真正撞到韩刚的凶手绳之以法。一伟，不用找了。我知道撞伤韩刚的人是谁。
我時，就如烈火燒光每個空燈。我無餘力去追問，心裂痕在心，伴隨熱火追身體，不知火燒翻過如一。埋沒對錯，隔不遠，心難被煙花，隨鬥陣光與暗，察覺相近，遮蓋是非手，被亮線責問，是誰斷情不於正義，而遺憾得仿似自問自答參不透暗斷，望着平靜人意。但望是你的，退到腳邊失完正注視，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路剎不住，臨入命理空更詫異，漫長路建立好日子啱知，白望內心在淌血，自問自答參不透暗示。望着永定，但我是你的，退到腳邊失完正注視，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路剎不住，臨入命理空更詫異，漫長路建立好日子啱知，合望內心在淌血。